欢迎大家来到偃旗之岛。我们生活在同一颗星球上，却仿佛身处不同时间之下。有人生活在不断更新的现代城市，也有人生活在被海风包围的孤岛。大约600万年前，火山塑造了这里，风与海浪又把大地雕刻成100米高的断崖。岩层中的铁质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氧化，呈现出如同血肉般的赤红色。数百年前，被流放的天皇也曾跨越大海来到这里，而此刻，600万年的风、海与时间就这样停留在我们的眼前。隐岐诸岛位于日本海上的群岛，隶属于岛根县，而拥有如此美景的岛根县，却拥有最少的外国人游客。隐岐诸岛是由4座有人岛和180座无人岛组成，分为岛前与岛后。而本次我们的旅程将前往岛后中的西之岛和中之岛。我们从广岛县出发，3个半小时左右到达位于鸟取县的静港。前往隐岐的船只有2个港口，分别是静港与岐内港。然后我们先要去办理车上船的手续。走。由于船上的车位有限，驱车前往隐岐的小伙伴们要至少提前1个月电话预约，并提供车辆信息。こんにちは。お願いします。车停好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去客舱出发。由于我们很少乘船出海，所以在客舱内的晕船反应极其严重。没办法，我们只能前往甲板。整个轮渡的行程大约3小时。我们准备下船了，大门已经打开了。咋说话呢？哦，これ，这个咋说话呢？你看我们的那个烧烤给我们准备上了，对。这是一栋已经建造了100年的古民宅，如今内部被重新修缮，但外部依旧保留原貌。内部设施齐全，每天仅接待1组客人。管理员爷爷十分热情地向我们介绍，房子内部的所有承重结构均源自于100年前。在进入民宿前，房子内部并未打开空调，但却十分凉爽，主要得益于背靠山体、面朝大海的建筑特点。同时，木造结构和较高的天花板为积热提供了缓冲。这边大概就是卧室了吧？啊，果然。我们已经办理入住了，然后现在正在生火，因为我们太饿了，抓紧吃点东西。然后这是我们从家那儿带的，这是在一个中古店买的一个非常便宜的保温箱，700日元。然后我们在超市买的冰块啊，全化了。是的。那我们这冰块是不是得处理了？对，冰块直接当水处理了就完事儿。对。然后买的和牛，但其实我发现我们买少了，但还好我们买了泡面。是这样。欣赏一下日本的农村吧。就是非常农村，非常典型的这种。然后家家户户其实都非常井然有序，
你别说这家，其实它院子算是比较大的了，算是比较大的。我明天早上要爬那座山。OK。烧火山。OK， 那你悠着点吧啊，注意安全。我是不可能起来的。The next day， 大家好，现在是早晨4点45分，我已经到达了距离西之岛最南边的一个展望台——鬼舞展望台。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朝霞，但是我更多想让大家看的是，可能大家看不清什么，但是真的，这个恐惧感是有的。现在已经开始，天已经渐亮了，然后准确说，这个日出已经开始了。大家可以看我身后，其实肉眼看的话，确实会更美一些。现在是5点10分，差不多过了半小时。我现在正在往山顶的这个展望台徒步。开始日出了，太阳已经从山的后面升起来了。驻足观看一下，不打扰他。这有2只 Nico 枪，一只是奶牛蟒。我正在前往烧火神社，这个感觉就很秘境的感觉。我把我的三脚架第一个腿给卸了，当做登山杖，因为是碳纤维的，很轻快，太累了。这些都是神社的老房子，应该是过去有人在这住，但现在都已经暂时荒废了。那个角落里面那个竹竿都是应该是游客们用来登山留下来的。烧火神社始建于公元1000年左右，航海者主要用于祈求海上安全、灾难救助。相传候鸟羽天皇被流放隐岐时，依靠烧火山的火光指引，成功安全靠岸。这棵树我记得之前提到过，好像是要被政府给征用，但是当地居民抗议，所以说就保留了下来。真的是超级粗，超级高。它有一部分建在了岩洞里面，很神秘。我们终于开到了摩天崖。这个门是开完以后还得把它关好，要不然容易牛马逃跑。那得搁里面，你瞅他把绿色的都给吃没了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我的天哪！我干了什么？我居然踩了一个最新鲜的屎！真新鲜。Oh my god! 怎么办？我还好带湿巾了。Don't
调时刻开始。勃朗宁卡，我给它配了一个拍立得后背，因为胶片相机我们还要冲洗，所以说干脆我给它配了一个3D 打印的拍立得后背，就可以即时显影。给大家来一个沉浸式上卷。清脆的声音。第一张开始。井上，这是岛上唯一一家卖牛肉的店，整个岛上就这么一家。然后这上还有一些鱼的店，但是这个鱼的店我看它没有开。啊，前面那家是鲜鱼店，卖鱼的。哦，这呢，就这。井上他们家是白天是卖肉，然后晚上是yakiniku。走。哇，介绍一下。买的是卡路比，就是牛的五花肉和肋骨肉，牛五花和肋骨，买了400克。400克3300。我们要是在超市的话，超市没有这么便宜啊。是的，400克肉。超市咱买1斤的话得。1斤的话得5000吧，得5000。这个岛上的物价相对于确实便宜些。哦。你小心啊，你不会游泳啊。我们吃完烧烤，慌里慌张的就来到了，这叫什么？赤尾展望台。我都不知道他有这个计划，我们就快点吃了。这边全是云海，不知道能不能拍清楚。那边还能看到牛。在隐岐的最后一天，一位老奶奶看见了我们德岛的车牌，走过来告诉我们，60年前她从德岛嫁到了这里。60年，已经足够装下很长的一段记忆，可对于这座600万年的岛屿来说，也不过是短短的一瞬间。海浪一遍遍拍打海岸，风吹过断崖，季节经过稻田，黄昏之后，岛屿又一次慢慢沉入蓝色。而在世界的很多地方，有人正在醒来，有人正在告别，也有人正看着属于他们的黄昏。时间一直向前，但有些瞬间会在很久很久以后依然留在我们的记忆里。